果然不出贺红玲所料，叶国华一连几天都没搭理肖春生。肖春生心烦意乱，钱阿毛看出他的心事，劝他处处小心叶国华。自从射击示范以后，叶国华找每个战士谈话，唯独没找过肖春生。肖春生反而质疑钱阿毛想法太多，他一直把叶国华当好兄弟好战友，从来没有想过超越他。肖春生反思了一下自己，主动来找叶国华认错，两个人化解误会，和好如初。孟金柱不服叶国华，肖春生苦口婆心劝说他，劝他放下个人荣辱。连长正好听到肖春生的这番话，对他赞不绝口。钱阿毛的妻子连芳带着孩子黑豆来部队，肖春生帮他请假，还叫上段雷请他们一家3口吃饭。饭后，钱阿毛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好。肖春生说出心中的疑惑：钱阿毛才22岁，黑豆已经5、6岁，他不可能有黑豆这么大的孩子。钱阿毛简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他不叫钱阿毛，爷爷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，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衣钵。可是后来家道中落，钱阿毛就跟随父母被赶到浙东农村，父母生病先后去世，钱阿毛流落到农村，长到18岁，多亏潘大哥处处保护他。在一次发大水的时候，潘大哥为了救他失去了生命，钱阿毛发誓替潘大哥尽孝，还把潘大哥的妻子连芳和孩子黑豆视如己出。肖春生和段磊得知钱阿毛的身世，对他的所作所为佩服有加，坚信他能在部队出人头地。肖春生一连几天都没有见贺红玲，贺红玲打电话向叶国华大吐苦水，叶国华让肖春生趁休息时间去找贺红玲。肖春生想陪连芳和黑豆逛一逛，还邀请贺红玲帮忙选购当地特产，贺红玲断然拒绝。明天休息一天，贺红玲主动提出和室友们去集市上逛逛，想找机会和肖春生见一面。肖春生一早陪钱阿毛一家3口去买东西，他让钱阿毛好好陪连芳，就带黑豆到处去玩。贺红玲来到集市上，他四处张望，终于看到肖春生和黑豆，就请黑豆吃冷饮。连芳要带黑豆回老家了，黑豆抱着钱阿毛不放，肖春生好说歹说才把黑豆劝下来。钱阿毛送连芳和黑豆去车站，精兵班接到上级的演习任务，要深入敌后完成侦察任务。肖春生做了周密的计划。叶国华看到段磊、钱阿毛和孟金柱都和肖春生关系越来越紧密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肖春生疏远了。钱阿毛看出叶国华和肖春生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，劝肖春生不要刻意隐藏自己的锋芒，也不要光芒万丈，都会让人有所忌惮。肖春生却不以为然。赵小慧一早要跟着郭黑子去排队抢购大拉毛围脖，天不亮就开始化妆。郭黑子随口说起去南方做倒爷大发横财的李上游，赵小慧急忙打断他的话，不想提李上游这个人渣。郭黑子、赵小慧、启子和瓶盖一早去百货商场排队，他们来的早排在前面，后面很快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多亏启子有一个女同学在这里上班，事先给他们通风报信，还帮他们留了40条大拉毛围脖，他们以3块钱买下来，然后拿到胡同里卖10元一条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郭黑子给启子10块钱，给女同学买礼物表示感谢，拿出10块钱去吃烤鸭，剩下的钱当本钱。启子给女同学买了一枚胸针，女同学又给他提供了天津将校靴畅销的小道消息。启子第一时间向郭黑子报告，郭黑子仔细算了一笔账，他们4个人去天津进货，还能多赚1线。郭黑子和赵小慧一行4人赶奔天津，连夜背回来一批将校靴，还在胡同口卖。齐天和萧艳秋从此路过，郭黑子大讲生意经，齐天很感兴趣，郭黑子请他们吃西餐，详细讲述了这1个多月赚钱的经历，邀请齐天和他们一起干。齐天跃跃欲试，又不想分他们的钱。萧艳秋相信齐天能干出名堂，答应全力以赴帮他。齐天想和萧艳秋一起做生意。萧艳秋一早去单位请假，齐天带他去各大商场调查走访。郭黑子知道齐天的能力，相信他很快能找到挣钱的门道，想跟着齐天发大财。齐天带着萧艳秋到各大商场转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适合的生意，他只好把萧艳秋送回家，想明天带他继续寻找。贺红玲突然接到梁东的电话，得知母亲心脏病复发住院了，医生建议尽快手术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贺红玲急忙去找叶国华求助，叶国华马上打电话找苏教授，然后开车把贺红玲送到机场。苏教授为贺母做手术，贺母终于转危为安。肖春生来文工团找贺红玲，才知道贺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北京了。肖春生立刻去找叶国华了解情况，得知贺母的手术很成功，肖春生才放下心来。他向叶国华要来医院的电话，连夜打电话给贺红玲，
答应帮贺母凑4000元手术费。肖春生打电话向肖艳秋借钱，肖艳秋只有1200元，肖春生让他尽快给贺红玲送去。段磊、孟金柱和钱阿毛拿出所有的积蓄给肖春生，肖春生顾不上感谢他们，立刻把钱汇过去。护士催贺红玲尽快补上手术费，贺红玲只好打电话向叶国华借2000块钱，叶国华答应让叶芳给他送去5000元钱，贺红玲对他感激不尽。叶芳来医院送钱，质问他是不是后悔选择肖春生。叶芳一阵见血，指出贺红玲既想要爱情，又摆脱不了现实的残酷，让他在肖春生和叶国华之间做出选择，不要让叶国华受到伤害。贺红玲不服气，还不许叶芳干涉他的生活。肖艳秋来医院看贺母，把父亲的退休金和肖春生寄来的钱全部交给贺红玲，贺红玲不肯收，他用叶芳送来的钱交了手术费。肖春生得知此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钱阿毛劝肖春生放手，他和贺红玲不是一路人。肖春生不相信贺红玲是嫌贫爱富的人。贺母劝贺红玲选择叶国华，否则只会跟着肖春生受苦受累。贺红玲不想提这事。半个月之后，边境出现一些小范围的摩擦，整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。肖春生和精兵班的战友们结束集训，正式编入11军，大家摩拳擦掌，人人请战。童小梅向主任申请去前线，主任劝他三思，他已经下定决心，主任批准了他的申请。上级命令叶国华带队去前线作战，要在12小时之内确定敌人箭霰弹的位置。他们很快赶到指定地点，马上投入枪林弹雨的战斗中。尽管战士们全力以赴进行搜寻，也没有找到箭霰弹的位置。连长下命令让叶国华带领战士们撤出阵地，给他们安排新的任务。叶国华不甘心就此放弃，箭霰弹的火力强劲，给我方造成了严重损失，如果不及时端掉，给大部队撤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叶国华得知肖春生已经深入敌后去侦查，他向连长请求延后撤离时间。叶国华亲自带队去和肖春生会合，段磊等人主动要求一同前往。叶国华和段磊等人分头寻找，约定3点之前撤离阵地。叶国华在沼泽中慢慢行进，突然踩到一颗地雷，他吓得一动不动。肖春生及时赶来，探测出地雷下面还有鬼雷，他知道这很难，可还是想为叶国华排雷。叶国华不想他用生命冒险，劝他替贺红玲想一想。叶国华做好了必死的准备，他把心里话全说出来。叶国华承认他深爱着贺红玲，希望肖春生和贺红玲幸福，下辈子他们还做好兄弟。肖春生用双手死死按住地雷，让叶国华尽快撤离。肖春生慢慢把脚挪到地雷上，催叶国华尽快回去搬救兵。叶国华含泪跑回驻地，叫上战士们去解救肖春生。这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重，孟金柱和钱阿毛不幸牺牲。叶国华把昏迷不醒的肖春生送到战地医院，童小梅对他进行抢救。叶国华在帐篷外焦急等待，一直等到天黑，童小梅才给肖春生做完手术。肖春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可是脊柱受伤严重，童小梅也不敢打包票。叶国华心急如焚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肖春生，才稍稍心安。经过童小梅精心照顾，肖春生终于苏醒过来。贺红玲一连几天到车站，也没有打听到肖春生的下落，他的心里忐忑不安。叶国华来看肖春生，肖春生迫不及待向他打听段磊的情况，得知段磊的腿受伤了。叶国华把肖春生打探的箭霰弹的位置以及敌方阵地的部署上报，很快把敌方打退。叶国华和段磊等人返回去找肖春生，在地雷爆炸的硝烟中找到昏迷不醒的肖春生。叶国华要给肖春生申报战斗英雄。贺红玲再次来到火车站，叶国华和战友们得胜归来，战友们都把他当成只身探险的大英雄。叶国华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只是一笑了之。贺红玲一见到叶国华，急忙向他打听肖春生的情况。当他得知肖春生受伤，正在住院接受治疗，才稍稍释怀。肖春生发现自己的腿没知觉了，他急得一筹莫展。段磊拄着双拐来看他，鼓励他勇敢面对。肖艳秋得知肖春生受伤的消息，迫不及待想去云南看他。齐天对肖艳秋好言相劝，肖艳秋不放心肖春生，想去云南看看他。肖春生谎称自己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，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让肖艳秋在家里好好照顾肖妍培。肖艳秋还是不放心，齐天劝他不要胡思乱想。医生检查肖春生脊柱里残留的2个弹片，压迫下肢神经，导致下肢行动障碍。如果不能及时取出弹片，随时有恶化的风险，他就会终生瘫痪。可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，医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高难度的手术。童小梅想带肖春生回北京的医院治疗，
他立刻给北京的同学打电话。肖春生正在为自己的伤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段磊来看他，透露叶国华现在是只身冲入敌营，得到重要情报的大英雄，他只是误踩地雷的伤员。段磊忍不住笑话肖春生一番，肖春生没想到叶国华抢了他的功劳，他只是苦笑不语。叶国华陪贺红玲来看肖春生，进门听到段磊取消肖春生，就好奇地打听其中原委。段磊夸叶国华是大英雄，叶国华羞得满脸通红。肖春生赶忙找借口把段磊支走，叶国华陪他一起离开，给贺红玲和肖春生单独见面的机会。贺红玲因为肖春生的伤心难过，肖春生拼命安慰他。叶国华向段磊打听他和肖春生的谈话内容，得知肖春生没有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叶国华来找肖春生解释此事，他不想冒领肖春生的功劳，想找领导说清楚，肖春生就有可能提干。肖春生拼命阻止，他很清楚自己的伤势，甘愿把英雄的称号让给叶国华，让叶国华实现他们小时候的梦想。叶国华发誓想尽一切办法让肖春生重新站起来。军区首长来文工团视察，黄团长推荐贺红玲跟随英模团去各处演讲。贺红玲来向肖春生说明情况，又从童小梅口中得知肖春生的伤情。童小梅一有空就推肖春生出来晒太阳，给他加油鼓劲。肖春生的心情越来越好，当地老乡把他们俩当男女朋友。叶国华第一次上台讲述英雄事迹，他讲得声色拘谨。当讲到排雷的时候，叶国华内心很不安，他讲得磕磕巴巴。贺红玲一眼就看出他有心事，叶国华就把肖春生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挡雷的事说出来。贺红玲觉得肖春生和他们不是一路人，劝他不要自责，努力去完成他们俩的梦想，就是对肖春生最大的回报。叶国华才稍稍心安。贺红玲从童小梅口中得知肖春生有可能永远站不起来。黄团长透露，这次巡演回来他会升为乐团团长。贺红玲陷入两难，他不想失去肖春生，可又不舍得放弃这次提升的机会。肖春生给家里打电话，经常无人接听。肖春生苦苦逼问肖艳秋，才知道父亲肖延培生病住院了，他又帮不上忙，心里被提多着急了。叶国华受到贺红玲的启发，他讲得越来越熟练，感情越来越充沛，深受大家的好评。医生和护士得知肖春生和战斗英雄叶国华是一个部队的，向他打听叶国华的情况。童小梅赶忙岔开话题。肖春生再次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听到了父亲脑溢血去世的噩耗，肖春生伤心的痛不欲生。连长来看肖春生，肖春生迫不及待想回到以前的部队，父亲生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肖春生在部队干一辈子。连长没有当面拒绝，只是劝他安心养伤。肖春生顿时明白了一切，他的心情跌落谷底。童小梅听说肖春生的父亲肖延培去世了，他来安慰肖春生。肖春生觉得自己辜负了肖延培的期望。童小梅清楚地记得，他每次给肖延培量血压的时候，肖延培都夸肖春生。童小梅觉得肖春生是父亲的骄傲，他托同学联系了外科专家，专家答应为肖春生做手术。童小梅鼓励肖春生要有信心。贺红玲来看肖春生，肖春生向他如实说明自己的伤势。贺红玲劝肖春生做文职干部，他们就可以结婚了。肖春生觉得文职不适合他，而且他也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。如果他不能站起来就复员回家，贺红玲劝不动他，只是不停地哭。肖春生夜不能寐，独自在操场黯然神伤。萌萌劝他慎重选择，否则会影响一生。叶芳和陈红军即将大学毕业，他们因为工作安排产生分歧。叶芳越想越不对劲，他觉得肖春生更像战斗英雄，陈红军反而取笑他一番。肖春生坐着轮椅来看叶国华的演讲，叶国华讲得声情并茂，肖春生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演讲结束以后，贺红玲坐在原地久久发呆，叶国华对他嘘寒问暖。贺红玲不忍心放弃肖春生，可他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。叶国华也想明白一件事，他不是肖春生，只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。黄团长通知贺红玲，好好完成这次巡演，就能当上乐队队长。贺红玲请假来找肖春生摊牌，向肖春生提出分手。肖春生很痛心，可又无法改变他的想法。肖春生想抓住贺红玲，贺红玲狠心地甩开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肖春生和段磊都申请复员，他们明天就要出院了。临行前，他和段磊来给钱阿毛和孟金柱扫墓，向他们寄托哀思。肖春生一早出院离开，童小梅还在手术室没出来。肖春生把水果留给值班护士，就告辞离开了。今天是英模报告团最后一场巡演，是专门为复员军人安排的。段磊给贺红玲送来一封信。贺红玲得知肖春生即将踏上回北京的火车，
他想去追肖春生，叶国华急忙拦住他，劝他以自己的前途为重，安心完成最后一场巡演。贺红玲权衡再三，决定留下来演出。肖春生刚刚上火车，童小梅急匆匆跟来，